FA-18超級大黃蜂能掛載8噸彈藥，甚至能把 F-2雷達幹成死機。但令人意外的是，這款雙發重載、生存率極高的重裝戰機，台灣居然不需要。所以今天我們就來認真探討一下，面對高壓防空網，為什麼放着生存率更高的高雙發戰機不選，偏偏鍾愛 F-16？這兩款經典戰機到底誰才是最強4代機？誰更適配台灣？請注意，本次參賽機型一方是美軍現役主力的 FA-18EF 版本，但 F-16V 不是台灣之前那100多架老舊型號，而是預計下半年才能抵達台灣的全新專屬定制版 F-16V Block 70。評估一款戰機絕不能只看表面的掛載清單，我們先理清一個事實：美軍現役的 F-18EF 超級大黃蜂之所以能擁有多達11個武器外掛點，扛起8噸的驚人載荷，並非因為它的機動設計有多麼超前，而是美國海軍龐大的艦隊作戰體系倒逼出來的極端產物。從大黃蜂系列服役開始，美國海軍為了簡化航母的後勤壓力，粗暴地終結了專業分工時代。他們不僅淘汰了 A6、A7 等專職艦載攻擊機，甚至讓專精艦隊防空的 F-14重型截擊機也提前退役。海軍將制空、反艦甚至電子戰的所有 KPI 全部強加在了 FA-18這一平台上。在經歷大幅改進後，超級大黃蜂機身擴大了約30%。空重足足增加了3.17噸，硬生生被堆砌成了一個全能平台。然而，全能是需要支付代價的。作為一款必須要在航母甲板上起降的艦載機，超級大黃蜂必須向環境妥協。它要承受彈射器瞬間加速的狂暴拉力，更要承受拦阻索几近撕扯的巨大過載。這就注定它必須配備異常粗壯的起落架和強化過的機身龍骨，以及為了節省甲板停放空間而不得不加裝的機翼折疊鉸鏈。試想一下，如果將 FA-18部署在台灣的陸基機場，脫離了美軍的航母戰鬥群體系，這些保命的艦載強固結構就會變成毫無戰術收益的重量。當防空警報拉響，超級大黃蜂的每一次緊急起飛，那2台發動機提供的龐大推力，有相當一部分被用來將那些根本用不到的配件送上高空。在防空攔截作戰中，推重比的無謂損耗是致命的。台灣面臨的防空需求非常明確，防衛固守，快速響應。它需要的不是一架能扛着各類導彈在海上長時間巡航待命的炸彈卡車，而是在地面待命接到指令後以最快速度爬升搶占陣位的截擊機。在這個需求下，我們再來看台灣獲得的全新制造版 F-16V， 脫胎於美軍輕型戰鬥機計劃的 F-16， 從不需要考慮航母甲板的苛刻限制。全新的 Block 70批次換裝了推力更強勁的通用電氣發動機，加固了機身，甚至增加了适性油箱以提升制空時間。其核心架構依然保持着極高的動力效率。由于採用了單發設計，它不用攜帶任何用於艦上起降的累贅，整體戰機重量減輕了許多，風阻也大幅減小。每一磅發動機推力都能直接轉化成戰機爬升率。在美軍的航母上，超級大黃蜂是無可替代的霸主，因為它背靠的是遠洋進攻體系。但在台灣本島的雷達網下，讓一架背負着大量艦載死重的重型戰機去執行短平快的攔截任務，本質上是一種嚴重的資源錯配。不是超級大黃蜂不夠強，而是它與台灣防空體系的邏輯從基因層面就是錯位的。在遠洋進攻中，戰機的生存法則是大而全，但在海島的防空作戰中，生存法是斷捨離。那麼以上這些是我們從戰略視角和戰機定位上分析的，實戰上兩款戰機有什麼差異呢？美軍部署上有什麼區別嗎？海灣戰爭 F-18向全世界證明了它的價值。作為一款多用途艦載機，它當時的典型作戰泡面是這樣的：從波斯灣的航母上彈射起飛，翼尖與外側掛點掛載 AM-9 響尾蛇與 AM-120 先進中程空導彈，專職奪取制空權；而位於機翼下方與機身下的重載掛點，則直接掛滿 AGM-88 導彈去硬剛防空雷達，或是攜帶 AGM-158、AGM-84 魚叉反艦導彈執行防區外摧毀，同時還能攜帶大量的 GDM 精確制導炸彈。這種火力配置，空中武庫名不虛傳。1991年1月17日，兩架美軍 FA-18在掛滿重磅炸彈執行對地轟炸任務的途中，遭遇伊拉克空軍米格21戰機攔截。這兩架大黃蜂直接在空中切換火控模式，用 AM-9 和 AM-7 空導彈將兩架米格戰機雙雙擊落，隨後繼續飛往目標上空，用機翼下的炸彈摧毀了伊拉克的地面設施。這堪稱教科書般的戰果，完美印證了戰鬥機與攻擊機2合1設定的成功。
它不僅能在一個武器掛載單位中同時掛載2種不同打擊目標的武器，還能在完成單項任務後快速更換角色。而 F16 的畫風則完全相反。由於台灣 F16V 的機體回到了 F16CD 版，那麼我們直接調取美軍銅版實戰戰果。1999年科索沃戰爭，美軍一架 F16C 在執行防空巡防時，雷達捕捉到南聯盟2架米格29戰機逼近，沒有複雜的機動纏鬥。F16 憑借單發帶來的機槍風阻與推重比優勢，迅速爬升搶位，直接在超視距外連射2枚 AM120中距彈，將2架米格29雙雙打爆。到這裡 ，F-18 和 F-16都是2次擊殺，而且都還是同代蘇式先進戰機，雙方旗鼓相當。那麼，在無人機滿天飛的現代戰爭中，在這個賽道上，這2架戰機依舊是打得難捨難分。2024年的中東，今天 F-18從航母起飛擊落數百架無人機，明天 F-16陸基起飛再次擊落數百架。但是這裡一定要注意 ，F-18所有的表現是建立在美軍擁有絕對制空權和龐大縱深保障的基礎之上的。掛滿副油箱和空空導彈，在距離母艦數百公里的高空進行長時間的戰鬥巡邏。大黃蜂的後方是大量的預警機和宙斯盾艦，它只需要憑借双發重載的制空能力在天上守株待兔。而 F-16是從地面緊急起飛，依靠自身先進雷達的精準鎖定擊斃目標。最關鍵的是，對于台灣而言，戰機起飛慢1秒，敵方的導彈就能把你鎖定在跑道上。當刺耳的防空警報拉響，超級大黃蜂配備了2台通用電氣 F-414涡扇發動機。在緊急起飛時，飛行員和地勤必須繁瑣地完成2套獨立動力系統的全套程序，而 F-16V 少了1台發動機，意味着這個過程更短。單發的 F-16V 就是能比雙發的大黃蜂更早地滑出機庫，更早地拉桿台輪。此外，超級大黃蜂龐大的機身帶來了巨大的空氣阻力，導致它的極速最高只能勉強達到 1.8 馬赫。反觀 F-16V， 得益於單發設計帶來的流線型機體，風阻極小，輕鬆以2馬赫的極速暴力爬升。別小看這 0.2 馬赫的差距，在空戰中，戰機飛得越快，發射出的 AM120 導彈就能獲得越大的初始動能，射程也就越遠。所以你看，台灣具備戰略縱深嗎？能保持大量戰機在空中巡航的能力嗎？一旦面對威脅 ，F-18能快速起飛、快速突起嗎？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戰機定位、後勤、速度，這些還不是要選擇 F-16V 最關鍵的原因。其實台灣一直有一個 F-35的夢，而今年下半年抵達的 F-16V 則攜帶着這款最強5代機的基因。台灣夢想擁有 F-35很久了，但更加準確地說，想要的並不只是 F-35本身，而是它的核心功能和主要部件。真正讓台灣敢把防空底牌全部押注在 F-16V 身上，是因為機頭裡那顆跨代的雷達。客觀來說，如果我們純看航電系統的綜合指揮能力，超级大黃蜂極為強悍。最新的 F-18不僅換裝了探測距離達220公里的 AN/APG-79有源相控陣雷達，得益於戰術目標網絡技術，它能匯總各單位傳輸的戰場信息，甚至直接在空中擔任指揮家的角色。甚至它的衍生型號咆哮者電子戰機加裝了大量電戰設備後，曾在模擬戰中將 F-2的雷達干擾至幾乎失效。但是大黃蜂的航電是很強，也只是像 F-35，而台灣這批定制的 F-16V 用的是和 F-35同類型雷達。這就是 Block 70最核心的戰術蛻變。此前的 F-16裝備的 AN/APG-66雷達，在40年前是性能優良的機器，但在今天的超视距要求下早已過時。所以 F-16V 在升級時直接換裝了 AN/APG-83相控陣雷達。這台雷達利用了 F-2與 F-35雷達的共性，大量借鑑了他們的技術。那有觀眾就要問了，為什麼不用和 F-35一樣的呢？甚至還可能有人說，這批 F-16V 的雷達只是低配的。事實真的是這樣嗎？請看大屏幕，在機頭安裝位置 ，F-35預留的尺寸是70公里，而 F-16的僅有60。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 ，F-35上的原装雷達也放不進去。此外，他們2款戰機的架構布線完全不一樣，根本無法追求使用同一款雷達。所以這2款雷達本質上和充電器換個殼子，再把烏龜插頭換成玫瑰插頭一樣，性能處於同一技術水平。那麼這款裝備了全新雷達的 F-16V， 台灣會怎麼使用呢？在複雜的電磁環境和威脅中，這台雷達對隱身戰機具備一定的探測能力，同時能夠精準識別並鎖定地面小的無人機目標。相較於老款雷達，整體戰場探測能力暴增了220%。此外，為了配合上這顆頂級雷達 ，F-16V 還裝備了新型頭盔顯示器。一旦空戰距離進入近距格鬥，飛行員不需要去操作繁瑣的面板，只要轉頭看向敵機，頭盔瞄準功能就能直接引導掛載的 AIM-9X 空空導彈進行大角度發射。
看到即鎖定，鎖定即摧毀。超级大黄蜂的航電系統是為艦隊遠洋作戰量身打造的空中指揮部，而 F-16V 的雷達蛻變是一把視野清晰、威懾致命的狙擊槍。那麼有人說 F-16V 雷達再強，飛得再快，但是一旦面對像 F-A-18 這種重火力，還是會被輕鬆碾壓。事實真的如此嗎？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直擊這兩款戰機背後的軍工巨頭。超級大黃蜂背後是諾斯羅普與麥道公司。當年為了讓海軍滿意，諾斯羅普與麥道合作將 YF-17改進為 F-A-18大黃蜂。而到了發展超級大黄蜂時，為了塞進更多的武器和燃油，設計師選擇了最簡單粗暴的增機方法，對戰機進行重新設計，將整個機身擴大了約30%。這種體型的野蠻膨脹換來了11個外掛點，但也徹底葬送了輕型戰機應有的機動性。反觀 F-16，它代表的是通用動力與洛克希德公司克制的極簡主義。當年通用動力的 F-16就是憑借極致的機動性和加速性贏得了美軍的青睞。後來洛克希德公司接手後，做出了一個在當時看來大膽的發展策略，不再追求動力或結構上的變化，而是只對航電系統進行改良。所以台灣的 F-16V 做了一個讓人意外的決定，它的機體並沒有盲目追求阿聯酋土豪特供的 EF 架構，而是退回到了最經典的 F-16CD 構型，死死守住了輕型戰機完美的比例。那麼不把機身造大，怎麼掛載重型武器？洛馬給出的答案是用航電升級重構杀傷鏈。要知道，最早期的 F-16甚至連中距弹都不能發射，但今天的 F-16V 直接升級了武器掛架，得益於高性能雷達與目標瞄準吊艙，它的武器庫實現了跨代解鎖。現在這架輕盈的單發戰機同樣可以掛載 AGM-88導彈和魚叉反艦導彈執行對海狙擊。F-16V 拒絕肥胖，但它依然能發射和 AF-A-18同等規格的精確制導武器。那麼假設有一天所有的超视距導彈都打光了，雙方的天空迎頭相遇，被迫進入最原始的近距離格鬥，誰才能活着飛出這片空域？其實早在半個世紀前，這兩款戰機從誕生之初就結下的宿命恩怨。它們誕生的時間差不多，地位也差不多，都被視為輕型戰鬥機，同樣在軍中擔任高低搭配裡的低角色。在1972年的美軍新型戰鬥機計劃中，通用動力的 F-16與 F-A-18同型機同台競技。面對這兩款優秀的原型機，美國空軍最終果斷選定了 YF-16，原因非常純粹， YF-16的速度實在是太快了。而在機动性競爭中落選的 F-A-18原型機，則因為双發布局更適合海上飛行，憑借較高的生存率獲得了海軍的青睞，最終演變成了這款超級大黃蜂。從那場跨越世紀的競標開始，勝負就已經注定。F-16是一架從骨子裡就以空中格鬥為目標的戰機，其空戰性能非常優秀。而大黃蜂為了滿足海軍的多用途需求，不僅機動性比不上 F-16戰機，就連空戰能力也處於下風。幾十年的時間過去了，這種格鬥級的差距不僅不會縮小，反而因為各自的進化路線被無限放大了。今天的超級大黃蜂在執行对地任務時，綜合實力確實要遠超 F-16V， 但在近距離格鬥中，它那為了航母妥協的粗壯機身就變成了甩不掉的累贅。所以如果是進行空中格鬥，那麼絕對是 F-16V 要更強一些。說到這裡，這場長達50年的對比終於畫上了句號。F-A-18超級大黃蜂是一架登峰造極的好飛機，它是美軍掌控大洋的尖盾，是掛滿对地炸彈的重型卡車。但是台灣不需要重裝長途奔襲，不需要多用途火力洗地。面对高壓的防空倒計時，台灣需要的是一架聽見警報就能瞬間启動的刺客。而最終 F-16V 究竟能給台灣多大的改變，一切就要等到1個月後那一批戰機抵達台灣的時候才能知曉。好了，關於 F-16和 AF-A-18的故事，今天就和大家聊到這裡。如果你喜歡本期視頻，別忘了點讚關注，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看法。您認為這批 F-16會延期嗎？我是火力軍，我們下期再見。好的，各位觀眾，今天給大家推薦一款 T 恤，不僅超有態度，還堪稱性價比之王。首先，它超級輕，拿在手上輕飄飄，穿上身更是零負擔，舒服到讓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具透氣，就像會呼吸一樣，就算在外面跑1天，也能保持乾爽，徹底告別黏膩感。最關鍵的是，價格真的讓我驚掉下巴，僅需很少的錢，你就能擁有這份清爽。質量和舒適度絕對遠超這個價位，閉着眼入都不虧，多買幾件換着穿也毫無壓力。鏈接已經給你們上了，這種寶藏 T 恤手慢無，趕緊去搶。